是哪？两位师兄，就是他！云霄偷了宗门刚发下来的聚气丹，我亲眼看到他把丹药藏进了这屋里。我们又见面了，云霄，有人实名举报你偷盗宗门丹药，按照清玄宗规矩，偷盗者废除全部修为，即刻逐出师门。跟我们走一趟执法堂吧。先天占卜玄龟觉醒中，绑定宿主云霄，绑定成功，每日可测算未来3次，今日剩余次数3，是否进行第1次占卜？系统占卜未来，不管了，立刻占卜破局之法。两位师兄且慢，单凭他一张嘴就想废我修为，我不仅没偷，还能证明真正的小偷是谁。那瓶聚气丹的瓶底留有丹药阁独有的微型巨灵印记。张阔，你刚才说亲眼看我藏起来，那你敢不敢让执法堂的师兄现在就查查腰上那个灰色的储物袋？你血口喷人！我的储物袋里只有私人之物。不敢搜，因为你陷害我的那张字条，还有剩下的半瓶丹药，现在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里面。张阔，把手松开。师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想拖延时间。真的是丹药阁的巨灵印记！云霄偷丹，人赃并获，事成之后，孙长老重重有赏。张阔，你还有什么话好？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孙长老逼我干的。他说只要我把云霄赶出宗门，就给我双倍的资源。师兄饶命啊！第2次占卜开启。两位师兄，既然张阔已经认罪，不如我再送执法堂一份大礼。你什么意思？孙长老这些年不仅指使弟子栽赃，还中饱私囊。他洞府床榻下方有一处黑石暗阁，里面藏着所有克扣弟子的假账本，以及成箱的私吞丹药。现在去查，绝对一抓一个准。孙长老可是外门管事，此事若有差池，你我都担待不起。是立下大功，还是任由宗门蛀虫作威作福？两位师兄一搜便知。带走！立刻上报执法长老，封锁孙管事洞府。听说了吗？孙长老被执法堂革职查办了。据说从他床底下搜出了几大箱私吞的查办药。张阔也被废了修为，罚去黑铁矿场劳役3年。这云霄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不仅洗脱了冤屈，宗门还补偿了他500下品灵石。仇报了，本钱也有了，接下来必须弄清楚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今日剩余最后一次测试，第3次占卜开启。3个月，末世灾劫。3个月后黑潮爆发，到时候灵石就是废石头，粮食和法器才是硬通货。500灵石根本不够建庇护所，我需要一笔巨款。占卜指引提示：
获取海量灵石最佳途径，坊市赌石坊，废料区中藏有至宝。赌石坊，好，明天就去大干一场。师傅，这块我要了。哟，这不是昨天刚赚了500灵石的云霄吗？拿全部身家来买一块毫无灵气波动的死石头，穷疯了吧？小兄弟，这块废料标价500，里面全是杂质，切开必垮，你可想清楚了？不用废话，切！大家伙做个见证，他这块破石头要是能切出半点宝物，我今天就把这桌上的石渣子一口一口全吃下去。记着你说的话。这是极品暖玉灵晶，这等成色至少价值10万下品灵石。好什么？桌上的石渣还热乎着，张嘴吃下去。云师兄，爷，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小兄弟，这块暖玉灵晶，地殿院出12万灵石，立刻现结。且慢，这块暖玉灵晶我出15万，不知公子可否割爱？清玄宗圣女林清寒，她竟然就是占卜画面里我未来的道侣。这块暖玉灵晶送给你了。10万灵石的至宝，说送就送，这小子疯了吧？无功不受禄，我的佩剑受损，确实急需此物修复，但我愿出12万灵石，绝不白拿。我不缺这点灵石，灵晶送你，只需灵圣女欠我一个人情。未来我需要的时候，帮我一个忙即可。你当真？10万灵石换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当真，10万灵石换灵仙女一个人情，我觉得很值。这是我的传讯玉符，阁下日后有任何需要，只需激活玉符，我必会赶来。敢问阁下姓名？清玄宗外门弟子云霄。云霄，我记住了，后会有期。掌柜的，这些碎料卖给你，8万下品灵石，现结。成交，绝对成交！来人，给云公子取灵。记清楚了，5000担精粮，1000担易于存放的腌菜，500担盐糖，外加店里所有的聚气丹、疗伤清丹、清毒丹，以及10万斤防疫清毒的药材。云公子，5000石粮食啊！您这是要在这清玄宗地界养一支大军吗？不该问的别问，我付的是全款。20天内能不能送到城郊山谷的指定地点？能，只要灵石到位，小店就是把周边的粮仓都搬空，也一定给您按时送到。公子，丹药好说，但这10万防疫药材量太大了，就算商行全速调货，最快也得1个月，15天，我出双倍的运费。成交。实不相瞒，林清寒圣女刚刚特意派人打过招呼，说云公子来店里一律给最低价，小的哪敢怠慢您。物资已定，接下来该去打造一座真正的末世堡。小友，这山谷荒废几十年了，虽然灵气还算充沛，但位置实在太偏僻，周围常有野兽出没，你当真要买？当真，这是买下这片地10年地契的全款，您老点一下。
我要在这座关奥的基础上定制最高阶的防御阵法——迷踪阵、预警阵，还要在山体内开凿恒温粮仓和净水陵。这布局简直绝了！阵眼与山川地势完美融合，若是建成，就算是金丹期修士强攻，也休想轻易打破。小友，你这哪里是在建洞府，你这是在打造一座战争堡垒啊！15天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需要多少灵石，您尽管开价。老夫接了！这么完美的阵图，就算少赚点儿，我也要把它造出来。云霄师兄，等等我！王磊，你不在外门待着，跑来这里做什么？师兄，我知道你绝不是普通人。请你洗清冤屈，反杀孙长老，再到赌石坊狂赚10万灵石，我都看在眼里。求求你收我做小弟吧！我王磊虽然资质平庸，但我能吃苦，绝对忠心。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占卜触发，王磊性格憨厚，忠心耿耿，未来黑潮爆发时将为护救副主而战死。结论可收留。起来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以后这山谷的所有杂物全交由你打理。多谢师兄，我王磊这条命以后就是师兄。云霄，都是你害的！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不在矿场服苦役，跑回我这里做什么？嫌我还不够倒霉吗？孙长老，我不甘心，凭什么云霄那个废物能踩在我们头上？我拼死逃出来，打听到他最近在城郊山谷大兴土木，还通过万通商行囤积了海量的粮食和高阶丹药，他身上绝对有惊天的大计。海量的粮食和丹药，好小子，难怪他敢如此嚣张。老夫在宗门执法堂还有些旧人脉，咱们给他设个死局，不仅要他的命，还要把那座山谷和所有物资全都抢。师兄，玄龟堡改造全部完工，5000担精粮，1000担腌菜已经存入恒温粮，10万斤防疫药材和各类丹药全部封存在地库丹房。阵法大师说，这防御大阵一旦全力运转，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还不够。灾劫降临时，这里要容纳成百上千的人避难，物资消耗极快。王磊，你继续带人检查防御死角，每一笔入库的物资都要反复核对。是，师兄放心，我绝不让一只老鼠混进粮仓。系统提示：今日占卜次数已刷新，是否进行占卜？占卜目标：孙长老和张阔最近在谋划什么？占卜结果已生成，孙长老与张阔暗中勾结，以伪造魔宗信物。他们计划于明日午时，在清玄宗后山竹林设伏，意图诬陷宿主勾结魔宗，并借机杀人夺宝，抢占玄龟堡。我还没去找你们算账，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魔宗信物，真亏你们想得出来。既然你们贼心不死，那明日就一次把新仇旧恨彻底算清。云霄，你果然敢来！你暗中勾结魔宗，企图颠覆我清源宗的证据，老夫已经拿到了。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他在城郊山谷和魔宗妖人接头时留下的血煞令牌，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孙长老，你这栽赃嫁祸的手段也太低劣了。这令牌上的血煞之气虽然逼真，但这底层的灵力印记，分明是你半个时辰前刚用自身的青木真气强行烙印上去，连气息都没散干净，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胡说八道！死到临头还敢狡辩！来人，给我把这个魔宗奸细就地正法，死活不论！我看谁敢动！刚才你们的对话，执法堂已经听得一清二楚。孙长老、张阔，伪造信物诬陷同门，意图杀人夺宝，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圣女殿下，执法长老，这都是误会，是张阔这畜生蒙骗了我。住口！罪证确凿，还敢攀咬！按清玄宗律例，废除修为，逐出宗门。你怎么知道他们今天会在这里设伏，还提前让我带执法堂过来？我说我能未卜先知，你信吗？我信。从你在赌石坊一眼看中那块废料开始，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林圣女，黑潮灾劫马上就要降临，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变成炼狱。我打造了玄龟堡，但我还需要一个能将后辈托付给他，并肩作战的伙伴，你愿意吗？我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黑潮灾劫近在咫尺，今日这内门弟子言，若非为了探清宗门内部对灾劫的反应，我绝不会来浪费时间。哟，这不是云霄师弟吗？来来来，坐我旁边。听说师弟最近在外门可是风头正盛啊，连执法堂都惊动了。孙长老那种老狐狸都栽在你手里，真是后生可畏。大家说是不是？那是，外门能出这么个人才，可真是不容易呢。赵师兄过奖了，不过是运气好，恰好碰上执法堂秉公办理罢了。运气？师弟啊，外门终究是外门，靠着一点小聪明捡了点机缘，就不知天高地厚，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小在宗门核心之地长大？我们的修炼资源、家族人脉、功法传承，哪一样是你一个外门泥腿子能比得上的？你以为扳倒了一个外门长老，就有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了？就是一个连内门考核都没过的外门弟子，也配来参加我们内门精英的宴会，简直拉低了我们的身份。赵师兄说的对，我确实没有你们那么多所谓的家族人脉，但我至少知道，遇到麻烦时靠自己的脑子和实力去解决，而不是像某些人，只会躲在家族长辈的羽翼下，拿着宗门的资源大放厥词。你敢骂我是废物？我可没指名道姓，赵师兄何必急着对号入座？区区外门废物，也敢在我面前顶嘴！今日我就带宗门长辈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
哎呀，赵师兄，云霄师弟才刚来，大家同门一场，何必为了几句玩笑话伤了和气？云霄师兄，妹儿敬你一杯。师兄能以普通身份走到今天，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妹儿心里可是真心佩服的紧。这女人眼神飘忽，脚步虚实，绝没安好心。苏师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地上滑，下次走路可得当心点，别动不动就给人行大的。哎呦，这也太丢人了吧！你欺负人！云霄，你竟敢欺负一个弱女子，真是丢尽了我们清玄宗的脸！今日我就替宗门清理门户！敢伤媚儿，给我受死！切磋，好大的威风！我来陪赵师兄切磋如何？林师妹，你居然为了一个外门废物对我动手！闭嘴！他不是什么外门废物，他是我林清寒亲自请来的客人。他是我林清寒的朋友，谁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必须先问过我手中的。这女人护短起来倒是挺有魅力。林清寒，你一定会后悔的。这里太乌烟瘴气了，我们走。好。云霄，我若不杀你，誓不为人！赵师兄，你可一定要替媚儿做主啊！那个云霄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我，媚儿以后还怎么在宗门见人啊？别哭了！那个废物不知给林清寒灌了什么迷魂汤。林清寒是我的，清玄宗的未来也是我的，云霄必须死！师兄，明着洞他有圣女护着，我们不如来暗的。我有个主意，保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哦，说来听听。云霄最近在城郊山谷大兴土木，囤积了无数珍贵物资，他身上肯定有大机缘。我们可以花重金联手城外的黑风寨山匪，设个局。什么局？假意绑架我，然后派人向云霄求救，骗他出城。只要他一出城，山匪就会将他乱刀砍死，抢走他所有的物资。最后，我们再把勾结山匪、意图谋反的罪名栽赃到他一个死人头上，这叫一箭双雕。好毒的计策，就这么办。事成之后，他玄龟堡的物资分你3。多谢师兄，师兄英明。系统提示：占卜完成，检测到针对宿主的致命危机。赵浩、苏媚儿，假绑架、抢物资、栽赃勾结山匪，好一条毒计！若非我有系统预知，还真可能着了你的道。既然你们迫不及待的想找死，那我就成全，将计就计。
想玩阴的，那就给你们布个天罗地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自掘坟墓。筑基期，有了这份力量，明日的收网行动就万无一失。恭喜老大，修为大增，突破筑基。刚才那动静，可把兄弟们吓了一。多亏了这段时间囤积的资源，堡垒外围的陷阱都布置好了吗？老大放心，按照您的吩咐，所有机关暗器全部就位。只要那帮杂废赶来，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老大，您一直让我们日夜赶工打造这玄龟堡，还囤了这么多粮食。您说的那场黑沼灾劫，距离您预言的时间只剩15天了，它真的会来会，而且它带来的毁灭与绝望，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可怕千百倍，整个世界都会沦为炼狱。但你记住，只要这玄龟堡还在，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别人或许会死，但我们绝不会死。万事俱备，只等明日好戏开场了。妈的，那姓云的小子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听到老子的名后吓得尿裤子不敢来了吧？放心吧，他一定会来。云霄那个人我最了解，平时装的清高，其实骨子里最见不得同门女修受苦。只要他踏进这矿场半步，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只要他敢带钱来，老子不仅要他的灵石，还要他的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苏师妹，答应老子的那1万灵石，事后可一分都不能少。只要云霄死，钱少不了你的。都给我盯紧了！只要老大一发信号，立刻冲进去，把这帮杂碎剁了喂狗！云师兄，救我！他们突然在半路埋伏，绑架了我，你快救救我啊！站住！你就是云霄，少废话！赎金带来了吗？5万下品灵石，少一个子儿。老子现在就放干这小娘们的血！钱我自然是带来了，5万灵石，1块不少。云师兄，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要确认肉票的安全。大哥，这里的闲杂人等太多，我们借一步说话，如何？小子，你搞什么名堂？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就凭这箱子里的灵石。怎么，堂堂黑风寨的大当家，还怕我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吃了你？你不敢来，那就算了。哼，笑话！老子会怕你？走，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行了，这里没人了，有屁快放，赶紧把灵石交出来！行了，别演了。我知道，这是苏媚儿设的。你小子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诈老子！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劈了你？苏媚儿答应事成之后，分你1万灵石，对吧？她让你不仅要拿走我的5万赎金，还要趁机要了我的命。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更留你不得了，受死吧！别急着动手，先看看这个。这么多灵石，你什么意思？这是2万灵石，作为定金，苏媚儿出的1万，我出双倍。你想让我反小？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要你帮我好好教训他，只要不弄死，怎么都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加1万。另外，我看上了你腰间的那个高阶法器阵盘，我出3倍的市场价。哎呦，云少侠真是快人快语，跟谁过不去也不能跟灵石过不去啊！那么，成交。那阵盘拿来吧。云少侠放心，拿了您的钱，我保证让那小娘们长个毕生难忘的记性。记住你的话，下手狠一点。云霄呢？你为什么两手空空？你不是带了5万灵石来救我？赎金？苏媚儿，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被这群山匪折磨死吗？同门一场，你竟如此狠毒！同门？你设局联合黑风寨害我，妄图杀人夺宝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同门一场？现在还想让我拿钱赎你？苏媚儿，你脑子呢？是被狗吃了？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你诈我！大当家，快动手杀了他！灵石都是你的！苏师妹，对不住，这位云少侠给的实在太多了，他可是花了大价钱让我好好招待你。你们竟敢反水！不要过来！大当家，有话好说，我也可以给你钱，不要！你竟敢骗老子！人赃并获，执法堂办事，全部拿。快！把这帮贼子的兵器法宝，还有那箱灵石，全都给我搬回玄龟堡，一件都不许落下！苏媚儿勾结外敌，设局陷害同门，罪证确凿，带回执法堂审问。苏媚儿，云霄提供的传音符录音和山匪供词俱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可说？没想到纷纷增加。按宗门律例，苏媚儿残害同门，罪不可赦，即刻废除其筑基期修为，打入宗门幽冥水牢，关押3年。不是我一个人怎么敢算计云霄？是张浩，这一切都是张浩指使我的，是他让我设局的，你们去抓他呀！这个畜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大，
执法堂那边的消息传来了，苏媚儿虽然被废了修为，关进大牢，但那个赵浩竟然安然无恙。意料之中。不奇怪，赵浩背后的靠山是内门执法堂的周旋长老，在没有绝对的铁证和实力面前，想要彻底扳倒他，难如登天。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这口气兄弟们咽不下。算，我云霄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周旋现在还能保他，是因为宗门的秩序还在，但这秩序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先让他多活几天。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玄龟堡绝对的安全。外面的物资收集的怎么样？回老大，按照您的吩咐，周围3个坊市的疗伤丹药和辟谷丹已经被我们扫空了，防御阵法也已经嵌上了新的高阶阵盘。黑潮灾劫倒计时12天，12天。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长老门阀，还在为了蝇头小屁争斗。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地狱马上就要来了。老大，外面这动静也太吓人了！我刚才去城墙上看了一眼，那些被魔气侵蚀的浊化者简直跟疯狗一样，漫山遍野都是，到处都在杀人。咱们各大宗门的阵法估计撑不了多久了。坐下，天塌下来，有玄龟堡顶着。还是老大您有先见之明，要不是咱们提前在这儿建了堡垒，又砸了那么多灵石买了，现在估计也和外面那些人一样，成了怪物的口粮了。咱们现在就这么干等着吗？喝你的茶，外面的事，等这波最猛烈的灾劫冲击稳定下来再说。我们现在出去，只会成为活靶子。对，只要听老大的，咱们兄弟肯定能活到最后。不好，有人被浊化者包围了，那是清玄宗的求救信号。老大，出事了！慌什么？说清楚。是灵圣女，圣女正率领着几个残存的，被一大批浊化者疯狂追。现在已经退到咱们玄龟堡外不到半里的地方了，看情况，他们根本撑不住。林清寒有难，必须救。去拿清毒丹，立刻召集护卫，随我开阵门迎敌。是。都躲在我身后，结阵，绝不许散开。圣女，我们跑不掉了，你自己突围吧，别管我们了。闭嘴！只要我林清寒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同门。
完了。孽障！跟上，建立防线。林圣女，我们又见面了。云霄，你怎会在此？先别问这么多了，跟我走，玄龟堡能护住你们。别犹豫了，快走！这里难道是世外桃源吗？我们在外面九死一生，连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这里居然……你早就知道黑潮灾劫会降临，所以你不顾一切的囤积粮食，建造这座堡垒，布置高阶阵法。是。所以你当初在赌石坊，把价值连城的灵晶交给我，只要我一个人情，你早就预判到，迟早有一天我会来找你，或者你需要我。是。云霄，今日这条命是你救的，从今往后，但凡你有任何吩咐，我林清寒绝不推辞。圣女言重了，你先让手下人把清毒丹分发下去，处理一下伤口。你随我来城墙一趟，有些事是时候告诉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清玄宗的外门弟子，哪怕再有天赋，也绝对不可能拥有这种先知先见的能力，更不可能把每一步都算得如此精准。我说我能未卜先知，你信吗？信。从你在赌石坊开出极品灵晶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绝非常人。我其实来自另一个世界，并不属于这个修仙界。我穿越来到这里时，觉醒了一种名为先天占卜玄龟的能力，每天可以测缩未来3次。3个月前，我便占卜到黑潮灾劫必定降临，所以我拼命敛财，囤积物资，建起这座玄龟堡，不择手段地提升修为。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当什么救世主，只是为了能在这场末日里活下去。既然你只为了自保，外面那么危险，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冲出堡垒救我？因为占卜告诉我，你是我未来的灵魂伴侣。你休要胡言！你休要胡言！救命！求求你们开开门！我是云霄的师姐，救救我！林婉柔，她怎么逃到这里？你认识？远房师姐。王磊，跟我出去救人。
谢师弟救命之恩。师弟，外面太可怕了，快让我进去躲躲吧。系统占卜林婉柔进入玄龟堡后的未来走向。占卜成功，林婉柔是想防师姐，心地不坏，看绝世母亲的，未来会多次违背堡内铁护律。王磊，拿特制锁链来，把他给我锁起来。师弟，你这是做什么？我是你师姐。玄龟堡有玄龟堡的规矩，任何新来者，哪怕是天王老子，也得先在山谷外的隔离屋待满观察期。给玄龟堡添麻烦，求你别赶我走。周常长老，探子回报，云霄那个小畜生就在那座山谷里建了这座玄龟堡。好一个外门弟子，居然藏得这么……长老，我已查明，那玄龟堡内不仅布下了高阶防御阵法，云霄更是提前数月在里面囤积了足够上千人吃好几年的海量粮食和珍贵丹药，那简直是个末世粮子仓。哈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凭什么在灾劫中独占这么多修仙资源？哈哈哈哈哈哈！传我命令，让所有叛军即刻拔营，朝玄龟堡方向集结。等拿下那座堡垒，里面的物资、丹药全都是我们的。云霄，你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马上就要给我做嫁衣了。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天哪，云师弟居然囤了这么多东西，这里简直就是灾劫里的世外桃源。有这么多粮食和丹药，为什么还要眼睁睁看着外面的人死？我们可是修仙者啊，理应救苦救难。王主管，我看到仓库里有那么多物资，我们完全有能力救更多的人啊！你快去跟云师弟说说，让他开门把外面那些可怜的幸存者都接进来吧。林师姐，师兄早就下过死命令，玄龟堡成长力有限，阵法消耗也是个无底洞。可是，绝不能无限制收留外人。可是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难道就因为承载力有限，我们就见死不救吗？云师弟怎么变得这么冷血？在末世里，冷血才能活命。师姐若是不满，大可自己出去救，恕不奉陪。云师弟太自私了，我作为师姐，绝不能看着他这样错下去。我必须做点什么。看你的神色，情况不太好。周旋的叛军已经集结完毕，3天之内他们必将兵临城下。这是一场硬仗。周旋这老贼贪得无厌，若他们敢来，我必用手中之剑，让他们有来无回。阵法我已经加固到了极限。接下来，我们要重新新部署3座箭塔的守卫位置，确保没有防御。不行，我真的做不到见死不救。云师弟已经被这里的安逸蒙蔽了双眼，变得太冷血了。我是他师姐，我必须帮他积攒善缘，哪怕事后他怪我，我也认了。
快进来，别出声。嘘，别出声，快跟我去角落里躲起来。等明天一早，我再去求云师弟。老李，你干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我明明检查过，他们没有受伤的。找死！王磊，把所有被放进来的人，包括被打伤的，全部用金刚锁链给我强行隔离，谁敢反抗，就地正法。是。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差点害死堡里所有人。我错了，林师姐、云师弟，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看他们太可怜，想救人啊，我没想害大家。玄龟堡不养自作聪明的废物。林婉柔，念在同门情谊，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你再有下次。我直接把你扔进黑潮里为浊化者。王磊听令，将林婉柔严密禁足于后院，没有我的手令，敢踏出房门半步，直接打断双腿。遵命。林婉柔今晚会偷偷开门，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是，我通过占卜早就预见了他会这么做。既然预见到了，为什么不提前阻止他？就不怕真的酿成大祸？堡内安逸太久，有些人已经忘了外面的残酷，开始心生怜悯。如果不让林婉柔亲自闯下这大祸，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在这灾劫里，圣母心就是催命符。我故意没阻止，就是要借他这只鸡，紧一紧堡里那些浮躁的猴。杀伐果断，运筹深深的欣赏微博，在这末世之中，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成为真正的领袖。内部的隐患清理干净了，所有人也终于绑在了一起。接下来，该迎接周旋这老贼给我们送来的大礼了。云霄，你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独占这么多物资，不觉得羞愧吗？识相的就打开城门，交出物资，我还能替宗门留你一条命。不然等我大军攻进去，定叫你这玄龟堡鸡犬不留。弓箭手放箭。
敬酒不吃吃罚酒。周长老，不要管伤亡，给我强攻！不急，这玄龟堡墙高城坚，强攻伤亡太大，先用攻心。城里的弟子听着，云霄自私自利，独占海量物资，你们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打开城门投降，老夫以长老名义保证，绝对既往不咎，保你们平安。云师弟，要不我们还是和他们谈判吧，毕竟大家曾经都是同门，伤了回气不好，而且他们人多势众，万一真的攻破城门，大家都要遭殃。林师姐，你是不是忘了昨晚我是怎么立规矩？再敢多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城墙。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为了大家好。你是怕城门破了，自己也跟着没命吧？林婉柔，立刻收起你那套令人作呕的圣母心，再敢动摇军心，我的剑不介意先饮同门的血。师兄，不好了，你快赶城！云霄，你不是一向喜欢当救世主吗？这些人的命，你今天是救还是不救？你不开城门，就是见死不救，伪善至极。开了城门，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聊聊，你选吧。云师弟，求求你开开门吧，那些都是无辜的活人啊，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杀？占卜完成，结果幸存者衣物下绑有引爆水药，开门即引爆，此为赵浩之绝杀阴谋。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炸开城门，真是愚蠢至极。哼，王磊，你自己看，大声告诉所有人，他们身上绑着什么？是炸药！那群畜生在人质身上绑了炸药包！赵浩，你这手段未免太低级了些，用无辜者当人肉炸弹来开路，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同门之义。你的阴谋已经败露，还要继续像个小丑一样演下去吗？既然被你看穿了，那就都别活了！让这群废物给我炸开城门！来人，点火，给我引爆！破！快跑，朝侧门跑！开侧门，弓箭手火力压制，掩护他们入堡。给我把玄龟堡围死，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我就不信困不死他们！云霄太冷血了，今天如果不是林姐姐出手，那些人全都会被炸死。他明明有能力开门救人，却为了保全自己的物资见死不救。我不能再任由这个疯子胡作非为，我要帮赵浩师兄接管这里，只有这样才能救出更多可怜的人。
少主，我们在营地外围捡到了这个，是从玄龟堡里收。哈哈哈！周长老，天助我也！玄龟堡里那个叫林婉柔的蠢货，居然主动把防御薄弱点送出来了。西门防守空虚，今晚丑时换防，这倒是个绝佳的机会。事成之后，这个蓝宫女大可留着，给她个名分当个傀儡，也能安抚堡内那些弟子的心。传令下去，集结300精锐，准备绳索飞爪，今晚深夜随我突袭西门。主上女典刚刚用剑向外传信，这是我们截获并替换下来的内容。这个吃里扒外的蠢货，我给了他一次机会，他竟敢真的背叛，我这就去劈了他！清寒，稍安勿躁，杀他易如反掌，但不如留着他这颗棋子，发挥点余热。既然他把西门卖给我，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们设一个必死的局。你打算怎么做？传令下去，西门守卫表面撤掉一半，制造空凶假象，暗地里调集最精锐的弓弩手和阵法师，在西门内瓮城布下天罗地网。今晚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那蠢女人果然没骗我，西门真的是个空壳子。抛钩索，给我上！第一个杀进去的，重赏1000灵石。不好，中计了，快撤！赵浩、周旋，你们勾结叛乱，图谋玄龟堡，今晚就是你们的死！林清寒，我跟你拼了！这个女人林婉柔，我好心收留她，她却为了所谓的善良，偷放感染者入城。我饶她一命，她竟变本加厉，向叛军传递我堡防御机密，今晚试图引狼入室。杀了这内奸，把他扔出去喂怪物！我没错，你们凭什么审判我？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云霄，你冷血无情，见死不救，你根本不配当领袖。这就是你的遗言。王磊，把他和赵浩、周旋一起打入地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警告！警告！检测至毁灭级灾厄波动，远超叛军威胁的极度危险正在急速靠近。毁灭级灾厄波动，远超叛军的威胁，难道是黑潮背后的黑手提前现身了？占卜成功，西晋魔宗大军压境，首领力决率领5000精锐魔修，正以雷霆之势直指清玄宗总报。王雷，把他们全部押入地牢，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遵命。你们放开我！把从周旋身上搜出来的东西送到地牢，我要亲自审问他。周长老，这是从你储物袋里搜出来的，你和西晋魔宗往来的密信，还有你里应外合夺取清玄宗大权的完整计划，这上面的每一条都够你死100人。
云霄，你别得意的太早，就算你识破了又怎样？魔宗的大军已经在路上了，你护得住这区区一个玄龟堡，护不住整个修仙界。等魔宗攻破清玄宗总舵，这死期就到了。魔宗，他们是不是还告诉你，已经找到利用浊气掌控修仙界，甚至许诺你一个长老？你怎么知道？这绝密计划连赵浩都知道。因为我能未卜先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里。我还知道，西瀛魔宗首领厉绝正带着5000魔修直奔祖禅。你的主子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周旋说的魔宗大军，已占卜到了确切行踪。清玄宗总督目前的守军不足3000，若是5000魔修强攻，恐怕撑不了多久。占卜到了，他们长途跋涉，军中必然隐藏着被夺气感染的隐患。只要能拖到夺气在他们军中全面爆发，不战死。王磊，立刻派出小股精锐骑兵，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沿途不断骚扰，拖延他们的行军速度。明白。同时，在沿途各大坊市散播消息，就说清玄宗已经研制出了能够彻底清除浊气的血清。等他们军心平动，浊气爆发，我们再给他们致命一击。你这脑子，若是不去当军师，真是修仙界的一大损失。我这不是已经在给你当军师了吗？帮主，大事不好了！山谷外的隔离屏障处突然出现一个人，他浑身冒着诡异的黑气，正发疯一样砸进屏障求救啊！明宇，是明宇！云师弟，求求你救救我弟弟，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只要你开门救他，我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绝不可能，他已经被浊气深度感染，一旦放进堡内，浊气扩散，全堡数千人都得给他陪葬。你们这些冷血无情的怪物，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你们见死不救，和那些草菅人命的叛军有什么区别？占卜结果，林明宇已被变异浊气感染，传染性极强，救可，但需在堡外单独隔离。此举将引发林清寒的不解。王磊，开启侧门局部通道，但林明宇绝不能踏入主堡半步，在山谷外设立最高级别的隔离屋，单独关押。云霄，你疯了吗？你明知道他是内奸，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救一个注定变异的人？我自有打算，按我说的做，出了事我一力承担，把林婉柔拖下去。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那种会被道德绑架的人。他身上的浊气不一样，前世的记忆告诉我，黑潮爆发一段时间后，浊气会发生第一次变异，传染性和侵蚀性将成倍增加。林明宇就是变异浊气的感染者。我冒死留着他，是为了提取变异浊气进行医学研究。只有摸清它的特性，我们才能研制出真正的进化丹，否则所有人都得死。闪！绝气的传染性和侵蚀速度
确实翻倍了。若不能尽快研制出净化丹，后果不堪设想。我已经给2位隐士高人发了传讯，他们恰好在堡内避难，或许能帮上忙。奇迹，这是天大的奇迹！云堡主，你的血液中竟然存在一种能完美抑制变异浊气的物。有了它，老朽有绝对的把握研制出真正的净化丹，彻底终结这场灾劫。老夫游历3界，苦寻补道传人，小友身上有天道眷顾的气息，命格贵不可言。你可愿拜老夫为师，传承这3界唯一的补道绝学？弟子云霄拜见师尊。明宇，我的明宇，是你害死了我弟弟！你故意把他关在外面，就是为了让他死！小，你这个杀人凶手！闭上你的嘴！你弟弟是被浊气感染，本就无药可医。云霄冒着全堡被感染的风险留他全尸，已是仁至义尽。你偷开城门，通敌叛国，为了你所谓的善良，险些让玄龟堡数千人陪葬。来人，把这个白眼狼给我拖进死牢，永世不得踏出半步。云霄，你嚣张不了多久了。魔宗大军一到，倾倒毙命！你这破堡垒也得跟着陪葬！我会在地狱里等着你！地狱，你恐怕没那个资格。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会亲自率军踏平魔宗，把厉绝的头颅斩下来挂在清玄宗的牌楼上。不过，你们是看不到，明天日出就是你们的死期。总敌长老联名催促我回去主持大局，魔宗大军逼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宗门覆灭。但我若走了，你独自守在这孤城。10日，给我10日时间，我彻底荡平这玄龟堡周边的所有隐患。10日之后，我率领玄龟堡大军，亲自去总坛与你会合，并肩作战。好，我等你。林婉柔偷开城门，引狼入室，险些酿成大祸。赵浩勾结叛军，设局陷害，图谋玄龟堡。周旋背叛宗门，勾结魔宗，草菅人。此3人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今日当众处决，以正法力。云霄，你不得好死！我不服！
主英明，堡主万岁！这是圣女令牌和我的本命佩剑。见物如见我，清玄宗上下任何人见此信物，皆须听你号。这200暗卫，我留给你调遣。10日之约绝不违背，总坛凶险，万事小心。我信你。王磊，传我命令，全堡上下立刻进入最高备战状态，整顿兵马，清点物资，加速研制进化丹。遵命。10日之后，这修仙界的天，也该由我来换一换了。师兄，前面有人被灼化者追杀，挡住了去。是玄龟堡的车，云霄师侄，是我们啊！云师兄，以前是我们瞎了眼，我们知道错了，求你看在同门一场的情分上，救救我们，带我们一程吧！云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给你磕头了。王磊，绕过去。遵命，全体护卫，护翼阵型，绕开他们，全速前进。云霄，你不得好死啊！那个混账东西，居然真的见死不救！他现在攀上了圣女，怎么可能还认我？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听说总台现在正在招募杂役，只要能混进去，我就不信找不到机会弄死他。对，我们抄近路去总坛，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剥下他一层皮。站住！什么人？下车接受检查。玄龟堡堡主云霄特来赴圣女10日之约，还请行个方便。哟，又是一个打着圣女名号来招摇撞骗的，就凭你们这寒酸样儿，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哥哥我也不能白干活。把车上的物资留下一半，哥哥我心情好，或许能给你们安排个避风的角落。让开！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外来的土鳖敢在总桃撒野！来人，把这个可疑分子给我拖下马车，若是反抗，就地格杀！你敢在总头动手？执法队呢？快来人啊！好大的胆子，敢在总坛城门口闹事，给我拿下！大人，别信他，他是魔宗派来的奸细。对，他在外面早就投靠了魔宗，玄龟堡就是魔宗的据点，他这次来肯定是想从内部破坏总坛。听到没有？人证物证俱在，把这魔宗奸细就地正法。圣女令牌在此，我看谁敢动。啊！住手！
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圣女息怒，是这2个人举报他是魔宗奸细，属下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不分青红皂白，徇私枉法，已死！你这旧术还敢作威作福？将此人剥夺职务，打入大牢。至于这2个诬告的杂碎，废除全身经脉，永久驱逐出总堂，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圣女饶命！云霄救我！你来了。第10天，没迟到。你早该来的，我少等了1天，亏了。总堂的局势比玄龟堡复杂得多。没错，周旋虽然伏诛，但他背后的那些长老并不甘心交出权力，楚苍兰更是野心勃勃，一直在暗中收买人心。所以，他们一定会在近期的议事会上对我发难。明日高层议事会，几位实权长老都会出席，楚苍兰也会到场，这恐怕就是他们专门为你准备的鸿门宴。今日召集诸位是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从今日起，云霄便是我的道侣，也将是清玄宗未来的宗主。荒唐！圣女，她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毫无根基，凭什么做我们清玄宗的宗主？凭什么？就凭我在黑潮中建立玄龟堡，护住了数千条人命；就凭我手中的血液，是研制净化丹唯一的核心要点，这资格够不够？玄龟堡的功绩且不说，至于那什么净化丹，不过是画饼充饥。如今浊气虽肆虐，但总堂固若金汤，何须你一个毛头小子来指手画脚？固若金汤，简直是自欺欺人！我今日在此预警，半月之内，浊气将发生严重变异，传染性与侵蚀性将翻倍。若不提前防范，总袍必将覆灭。一派胡言！老夫研究浊气数月，从未见过什么变异，这纯粹是危言耸听，意图制造恐慌，好趁机夺权。既然楚长老如此自信，那敢不敢与我打个赌？怎么赌？半月之内，若浊气未发生变异，我云霄立刻自废修为，滚出清玄宗。若浊气真的变异翻倍，楚长老，你和你手下的人交出所有兵权，永不插手总泊防务。好大的口气！既然你找死，老夫就成全你。这生死盟约，老夫签了。取玉简来。楚长老，听说你今日在议事厅跟那个叫云霄的小子立下了生死盟约。哼，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罢了。老夫早就查明，浊气根本不可能在半月内变异。等他输了赌约，这总桃的兵权就彻彻底底落在我们手里了。楚长老别大意，据我魔宗密探汇报，那云霄身上似乎有一种能预知未来的至宝，他敢立下这等赌约，绝非无的放矢。预知未来的至宝？能预知未来的至宝，有点意思。等赌约一败，总堂是你的，那小子和至宝都是本座的。清寒，我没事，只是划破了一点皮。小左，别说话，立刻跟我去密室隔离。净化丹还没出来，你绝对不能有事。云霄，如果我真的变异了，答应我，不要犹豫，用我的剑杀了我。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圣女不死，总台难保！圣女不死，总台难保！圣女已经被感染了，她很快就会变成怪物，把她交出来，扔出总台，不能让她害死我们所有人！交出来，交出去！谁敢再往前走一步？你少拿剑吓唬人！大家都是为了总堂的安全，你这是包庇感染者！包庇？他是为了救你们这些人的命才受的伤，这群忘恩负义的废物也敢在此狂吠！滚！来人，救火！快，用水浇，撞门，把门给我撞开！说，谁派你来的？要杀便杀！想死没那么容易。王磊，卸掉他的下巴，挑断手脚筋，打入死牢。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遵命。师兄，逆袭！是魔宗的大军。终于，还是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云霄，你的底细本座早就摸清了。林清寒已经感染夺气，快死了吧？你们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拿什么跟本座斗？城里的听着，只要你们现在交出云霄和所有物资，开城投降，本座可以饶你们不死；否则，城破之时，鸡犬不留！有我云霄在，这总谋绝不会破！弓箭手压制，滚木立誓，不要停！师兄，有人要开城！谁再敢后退半步，杀无赦！突破了又如何？今日你必死！敢斗我的人，你找死！楚苍兰倒了，力绝被擒，现在这总台才是真正的铁板一块。是啊，黑潮终将退去。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楚苍兰在清玄宗内部安插的暗桩和势力，经过昨夜一战，算是被彻底拔除了。但那老狐狸作为天眼宗宗主，底蕴深厚，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不错，
而且昨晚擒住的那个力绝抵抗的太过无力，我怀疑那只是一具用来金蝉脱壳的替身，真正的魔宗首领恐怕还藏在暗处。所以，无论暗流多深，总桃的重建必须立刻开始，且不能有丝毫松懈。我待会儿就要带队前往宗门深处，去彻底清理周旋残留下来的那些顽固内奸。核心区那边人员混杂，只能靠你先去镇场了。拿着，总坛的那些长老和执事看到这枚令牌，多少会收敛一些。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留了200名最精锐的圣女亲卫在暗中保护你。你的本命佩剑给了我，真遇到危险，你用什么防？我有你就够了，区区几个内奸还伤不到我。10日之内，我会把玄龟堡的一切事务安顿妥当。10日后，我去总坛核心区找你，谁也别想阻拦。好，我等你。我要去总坛赴约，从今日起，玄龟堡的一切日常事务全面交由王磊打理。王磊，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我只定下3条铁律：第一，堡内严禁任何形式的私斗；第二，严禁偷盗抢掠；第三，任何人不得私自囤积粮食与药草，有违此3条者，无需审问，直接废去修为，逐出玄龟堡。师兄放心，我王磊这条命是师兄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玄龟堡就是我的家，谁敢在这里捣乱，我王磊第一个活劈了他。好，带路去地牢看看那几个老熟人。我要出趟远门，你们最好祈祷我能平安回来，否则没人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浊气。在这期间，你们最好安分守己，等我回来再慢慢跟你们算清旧账。是，云堡主放心，老朽一定安分守己，绝。王磊，地牢的守卫增加3倍，给我盯死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明白。师兄放。系统提示过，总图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0日之期已到，该去会会那些冥顽不灵的老家伙了。驾！站住！什么人？下车接受检查。从玄龟堡来，赴林圣女10日之约。这年轻人是谁啊？居然敢直接提圣女的名！哟呵，又来一个想攀附我们圣女的阿猫阿狗。就凭你这穷酸样，识相，把车上的零食和药草全都孝敬给哥哥们。哥哥还能大发慈悲，放你进去找个地方要饭。让开！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来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从车上拖下来，打断双腿！来人！我的手，我的手废了！大胆狂徒，竟敢在总桃城门当众行凶，给我围起来！队长大人，别放过他，他是魔圣派来的奸细。对，我们亲眼所见，那个所谓的玄龟堡根本就是他私自建造的魔宗据点，他是魔宗的奸细，快把他抓起来，就地正法！杀无赦！都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
认得这个吗？这是圣女的贴身令牌。谁敢动我的道理，就是与我为敌。周旋那叛徒已死，你这执法队长还敢仗着他的余威欺压良善？来人，卸甲，押入死牢。拿下！孙长老、张阔，你们屡教不改，勾结叛逆，今日我便代表清玄宗废除你们的全身经脉，逐出宗门，生死由命。不，圣女饶命！看在我为宗门效力多年的份上，你来了，我等了你好久。说好10天的，我今天才第9天，早到1天还不好？不好，我少等了你1天，亏了。这里就是你的住处，比我想象的还要朴素得多。倒是和你这个人一模一样，外表看着清冷的拒人千里，内里却是热。总坛现在的局势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各大宗门那些老惯骨借着这次战后重建的名义，纷纷带着精锐进驻总坛，一直在明争暗斗，想夺取控制权。尤其是天眼宗宗主楚苍魔，他亲自带领使团来了，显然是想吞下这块肥肉。楚苍兰，他白天的那个魔宗内应虽然被拔除了，但我怀疑他和魔宗之间还有更深的勾结。明日的宗门高层议事会上，他们这帮人肯定会把矛头对准我。那你打算怎么应对？怎么应对？既然他们想跳出来，那我就给他们搭个戏台。明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送他们一份终生难忘的大。他们来了。今日召集各位在此，是要正式宣布一件事。这位云霄从今日起便是我的双修道侣，同时他也将是清玄宗未来的宗主。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圣女三思，此人不过是一个区外门弟子出身，毫无根基，他有什么资格继任宗主大位？资格？就凭我在黑潮末世中打造了唯一能抵御灾害的玄龟宝，就凭我手里掌握着能彻底化解变异浊气的净化丹核心药引。若没有我，你们这些所谓的长老，现在早就变成外面那些失去理智的怪物，还轮得到你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今日的正题不是我的身份，而是黑潮灾劫。据我推演，半月之内，浊气将发生2次深层变异，变异后的浊气传染性与侵蚀性将翻倍，甚至能保留修士生前的修为。啊！一派胡言！北朝明明已经退去，老夫亲自带人研究佛气数月，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变异迹象。这黄口小儿，若再敢在这里危言耸听，扰乱军心，休怪本公主对你不客气。
楚宗主，云霄的话就是我的话，谁若敢对他出言不逊，先问过我手中的剑答应不答应。好一个清玄圣女，好大的威风！既然你们执意要护着这个妖言惑众之徒，那天眼宗从今日起断绝与清玄宗的一切关联，其他宗门的同道随老夫一起走。楚宗主且慢。既然楚宗主如此笃定浊气绝不会变异，那你敢不敢跟我立个赌约？赌什么？就赌半月之期。半月之内，如果夺气没有发生变异，我云霄当众自废修为，永远滚出修仙界。但如果夺气真的变异了，你天眼宗以及所有参与这个赌约的宗门，必须交出全部兵权与资源，永远退出中原修仙。我加码，如果赌输了，清玄宗交出所有宗门大权，任凭各位处置。好，既然你们赶着送死，老夫就陪你们赌这一把。来人，去执笔，立生死盟约。楚宗主，恭喜啊！半月之后，这清玄宗数千年的基业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哼，厉宗主放心，等清玄宗大权到手，老夫答应给魔宗的粮草和灵脉资源，一分都不会少。不过，那个叫云霄的小子绝非善茬，他敢拿自己和清玄宗的命来赌，必然是有所依仗。楚宗主还是小心了。他能有什么依仗？浊气2次变异，简直是天方夜谭。哼哼，老夫精研浊气，绝对不会看走眼。他不过是虚张声势，想逼老夫退让罢了。哼哼，盯紧楚苍庭这老匹夫，这老东西狂妄自大，迟早要翻车。一旦赌约有任何变故，立刻启动我们的备用计划，从内部强夺总桃。还有，那个云霄身上肯定有能预知未来的至宝，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抢！距离半月之期只剩最后3天了。楚苍兰那个蠢货还在做着兵部血燕独吞清玄宗的美。传我的命令，即刻起，封锁总坛外围的所有隘口。只要半月之期一到，城内必然大乱。到时候，听我号令，血洗总坛，一个不留。系统预警的毁灭级灾害，终于要降临了。防守反击的阵法，我已经安排亲卫在暗中全部部署完毕，200名精锐分布在核心阵营。只要变异一旦爆发，我们能在10息之内启动大阵，彻底封死内城。楚苍兰以为自己赢定了，厉绝那只躲在暗处的黄雀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末世灾厄究竟是什么样子。无论面对什么，我都会与你并肩拔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戏开场了。绝气母体已经苏醒，厉绝和楚苍云的末日也该进入倒计时了。亲卫已全部就位，只要他们敢动，随时可以收网。厉绝不是蠢货，他肯定猜到了我手里有能预知未来的底牌。这最后3天，他一定会狗急跳墙，想尽办法试探，甚至暗杀我。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一把。厉宗主，你真有办法除掉云霄？只要他死，林清寒那个贱人就没了靠山。本座也安排了天罗地网，明日你只需假意告诉云霄，说你掌握了浊气变异的核心线索，将他引至江郊的废弃丹房。本座的金牌杀手早已埋伏在那儿，只要他踏入半步，瞬间就会被绞杀。
事成之后，本座不仅保你爹拿下宗主之位，更扶持你做清玄宗新一任圣女。好，一言为定，我要让云轩和林清寒死无葬身之地。云公子，那关于浊气变异的绝密线索就被我藏在这丹房之中，这里安全，我们进去细说。是吗？楚小姐还真是费心了。云公子，请进吧，线索就在正中央的丹炉下。既然是楚小姐的线索，还是你先进去比较好。云霄，你干什么？是我瞎了你们的狗眼，打错人了。楚小姐，这就是你说的绝密线索，自家人打自家人，确实挺有参考价值的。来人，把这蠢货给我压下去。楚苍兰，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她设局诱杀云溪不成，反而被当场升旗。厉宗主息怒，莫要他只是一时冲动，老夫这就去想办法把他捞出来。捞出来，晚了。如果他熬不住酷刑，把你我勾结的事情供出来，咱们都得死。本座已经派人去地牢灭口了。李觉，那可是老夫的亲生骨肉。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清玄宗的大权，一个女儿算什么？这件事你只能当不知道。哼。你是我爹派来救我的，对不对？快带我出去！我要见厉宗主，我有重要情报。楚小姐，对不住了，厉宗主有令，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什么？不！拖出去，扔到城郊乱葬岗。就扔这儿吧。禀宗主，圣女，地牢传来消息，楚梦瑶昨夜被暗杀，属下追踪发现，尸体被抛至乱葬岗后，遭遇了浊气母体，已彻底异化。厉绝动手够狠，浊气母楚现身，全面变异真的要压不住了。一切都在占卜的预料之中。既然厉绝帮我们除掉了一个麻烦，那我们就推波助澜，传令下去，立刻将楚梦瑶被厉绝灭口且已化为变异怪物的消息在总阁内全面散布。我要让楚苍元知道与虎谋皮是什么下场。厉绝，你这个畜生，你竟然真的把梦瑶杀了，还让她变成了那种不人不鬼的怪物！老夫要跟你同归于尽！楚宗主，本座劝你冷静。你现在杀了我，不仅换不回你女儿的命，驻扎在城外的魔宗大军立刻就会将楚家夷为平。赌约马上就到期了，只要你乖乖配合本座拿下清玄宗，你楚家还能保住荣华富贵，否则你们全族都要给楚命瑶陪葬。好，老夫听你。孙长老，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总堂回不去，
外面又全是感染者，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等赌约到期，总筹必乱，到时候咱们趁乱摸进去，抢了物资，就远走高飞。楚梦瑶，你是人是鬼？梦瑶，是爹害了你，是爹的贪念害了你呀！梦瑶，云霄，半月之期已到。这半个月来，城内风平浪静，根本没有什么深层变异。你输了。按照赌约，你不仅要自废修为，这清玄宗的宗主之位，今天起也该由我楚家来做。急什么？你爹楚苍兰今天怎么没来？是没脸见人，还是已经不是人了？放肆！我爹身体微恙，今日由我全权代。动手！云霄，别挣扎了。本座的魔族3000大军，此时已经将总堡里3层外3层彻底封住。今天你交出至宝也得死，不交也得死。李珏，你确定你的大军还在吗？死到临头还敢故弄玄虚，本座的3000精锐，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动摇的？是吗？那你大可以捏碎传讯玉简，看看城外还有没有一个人回应你。你的3000魔宗大军，昨夜就已经被我的玄甲军全数缴械，此刻正关在水牢里反省呢。这不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楚明，你真以为你爹是身体微恙？他昨夜就已经被变异体感染，彻底沦为了受夺气操控的怪物。你楚家才是真正的引狼入室。你胡说八道！我爹不可能！爹！既然如此，就先杀了你，抢了至宝再走。既然都到齐了，今天就一并解决。结阵！
拿下，打入死牢。恭贺云宗主突破化神！楚家勾结外敌，引发灾祸。即日起，楚家全员驱逐出中原，永不录用。各宗门立刻收缴兵权，归于清玄宗统一调度。如有不从者，杀无赦。谨遵云宗主法。宗主，以您的免疫血液为核心，出版净化丹终于炼成了。传令所有丹房，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赶制净化丹。得救了！得救了！我们得救了！多谢云宗主。星寒，这只是开始，这天下，我们一起。净化丹已发，内患已平，现在该算算这笔血账了。戴立决。云霄，别得意的太早。就算我败了，魔宗的底蕴还在。西境100万大军一旦反扑，定叫你清玄宗灰飞烟灭。你可杀我，就是拉着整个修仙界陪葬。魔宗底蕴，立决，你勾结楚桑营在西境散播变异浊气，你的100万大军早就成了没有理智的怪物。你设局暗算各派掌门，草菅人命，图谋颠覆整个修仙界，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遗言？这不是真的，你哪来的流陨石？你的命到头了。前世今生的第一大敌，终于灰飞烟灭。宿主心境圆满，前尘业障尽消，修为禁锢解除。连续起，不对，还在涨。强悍无匹的威压，如同实质般的重浪。合体期，这便是掌控天地之力的感觉吗？天威浩荡，我等愿交出兵权虎符，誓死效忠云宗主。誓死效忠云宗主。我们要让全天下知道，浊气可以战胜，黑潮终将被终结。从今往后，修仙界只有一个声音：覆天仙尊，覆天仙。孙长老，张阔，当年你们为了私吞灵药，将我打入死牢，后来又勾结山匪，在山谷设伏劫杀。你们可曾想过，自己会有像畜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天？一切的恩怨，都在今日彻底画上句号。你们应该庆幸，我不屑脏了自己的手。你们的命，我不收，老天爷自会收。就在这舱内烂透吧，
看着自己身上的肉一块块掉下来。都了结了。前尘旧怨已经清理干净，但黑潮未退，灾厄的源头还在。只要绝气母土不死，这场浩劫就不会真正停止。需要我做什么？替我护法，我要开启占卜，锁定母体的确切位置。先天占卜玄龟，开！看到了什么？找到了，母体竟是前朝研制长生药的第一个试药人。他藏身在废弃的皇家丹寺地下药池中，一直在暗中操控着这场黑。母体就在这里，是时候去斩草除根了。云宗主，现在的出丹速度仅够维持城内百姓的消耗，若是供给大军，远远不够啊！仅够维持城内百姓的消耗，若是供给大军，远远不够啊！这位灵力传输受阻，离位火候过剩，把这里的纹路改道。宗主神机妙算，如此一下，产量翻倍有余。后勤稳固，前方才能放手一搏。王磊，你率领3000玄甲军留守总底，总讨是我们的根基，绝不能有失。堡主放心，属下誓死守卫总底，人在场。200名亲卫已挑选完毕，皆是筑基期以上修为，作为此次远征的突击先锋，随时可以拔剑。好，3日准备已毕，今夜全军休整，明日一早，兵发皇家丹俗。补天仙尊一定要平安归来啊！祝圣女和仙尊旗开得胜！清玄宗留守将士恭送宗主，祝大军凯旋！祝大军凯旋！最后的决战，我绝不会输。出发，去把这末世彻底翻篇！报，宗主，前方山谷出口发现数千变异感染者，他们结成严密阵型，完全堵住了大军的去路。结成阵型，这群毫无理智的怪物怎么可能懂得排兵？领头的那个怪物好像是楚魔瑶的变异体。果然不出我所料，浊气母土拥有极强的控制力。哼，楚梦瑶被他吞噬后，彻底沦为了他操控狮群的傀儡。母体想借他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全军听令，盾牌手结阵顶在最前，弓箭手后排就位，医护兵携带净化丹随时待命。
清寒，你带3000玄甲精锐从右侧山脊绕行，从侧翼包抄，切断他们的后路。我带主力在正面强攻。交给我，你自己千万小心。放箭！给老子顶住！绝不能退半步！想动他，先过我这关！孽障还不解脱！师兄，受伤弟兄均已服下净化丹，全军零感染。很好，传令下去，大军就地休整，恢复体力。明日就是彻底清算的时候。王磊，你带主力军团守在外围，将这些游荡的变异感染者清理干净，一只苍蝇都别放跑。师兄放心，外围交给我，您和圣女千万当心。清寒，带上你的亲卫，跟我进去。走。找死！这里的浊气浓度高得离谱，浊气母土就在这下面。跟紧我。终于找到你了，前世你害死天下千万人，今生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他的出手源源不断，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找到他的弱点。系统参补启动中，锁定目标核心。他的核心在池底的茧壳里，只有我免疫浊气的血液才能破开他的防。清寒，把所有的触手都引到你那边，给我争取3息时间。好，看剑！给我破！拿命来！死了吧！师兄，我们在母体巢穴后面发现了一间密室，里面全都是这些陈年旧档。上面写了什么？这是前朝太医院的机密实验记录。所谓的浊气，根本不是什么天才，而是人祸。人祸？前朝昏君妄图长生不老，命太医院用一种名为噬菌的剧毒菌类入药。那些被逼着试药的百姓服下后，全部感染变异，变成了最初的浊化者。这帮畜生，为了自己长生，拿活人试毒。更可恨的是楚苍岩的祖父。厉绝的父亲那些门阀世家，他们明明早就查清了真相，却故意隐瞒，甚至偷偷将这些变异的试药人运出京城，故意制造大乱，借机篡位夺权。千万人的性命，
无数家庭的毁灭，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场夺权的游戏。王磊，把这些卷宗全部打包带回去。我要把这肮脏的真相，原原本本的公之于众。是，绝不能让这帮死人白死。赛节结束了，我们活下来了！多谢补天仙尊，多谢圣女，多谢圣女！浊气母体被毁，进化蛋已经开始量产。这场笼罩三界数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我们做到了。不，还不够。灾劫已除，还有什么不够？灾劫虽然终结，但三界的疮痍还在。流离失所的难民需要安置，荒芜的灵田需要覆盖。更重要的是，那个制造灾劫、把百姓当作草芥的规则依然存在。你想怎么做？废除门阀苛政，打破世家对资源的垄断。我要把灵田分给普通百姓，在全天下建立免费的丹房。我还要将我的武道传承整理成册，毫无保留的公开，让所有人都能学习。从一个只求自保的外门弟子，到现在胸怀天下的领袖，云霄，你真的变了。因为我遇到了你。是你让我明白，拥有这身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守护我们在乎的一切。终结灾劫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为这天下苍生立一个新规矩。诸位，今日召集大家，只为宣布3件事。第一件，净化丹工厂已扩建完毕，日产10000枚，全天下的福气感染者，不日将全部得到免费治菌。第二件，从今日起，彻底废除宗门门阀垄断资源的旧制。所有无主灵田开放给普通百姓耕种，各地必须建立免费丹法，任何人不可以任何借口收取苛捐杂税。楚家和厉家为了权势，故意散播浊气的下场，诸位应该还没悟。谁若对这项新政有异议，大可站出来，我云霄亲自陪他讲讲道理。我等谨遵补天仙尊法旨，绝无异议。第3件，我的补道传承将不再是敝帚自珍的秘术。清玄宗将建立补道书院，所有功法向天下修士公开，凡有志于守护苍生者，皆可来学。哈哈哈哈！老夫一生避世，却教出了一个胸怀天下的好徒弟。好，哈哈哈哈！老夫决定了，这把老骨头就留在补道书院，给你当个教书先生。今天那些使者联名上书，非要推举我做3界共主，连印玺都连夜打造好了送过来。你说这烫手山芋，我接还是不接？接与不接，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你。你想接吗？我想，但我接下这枚印玺，绝非贪恋那高高在上的权势。如果不把3界的最高权力握在手里，那些阳奉阴违的世家残余，早晚会卷土重来。我需要这种力量，来推行新政，来确保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能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无论你做怎样的决定，无论你站得多高，
面对怎样的风雨，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今日我云霄接下这方印玺，在此立誓，从今往后3界再无门阀特权，再无无端战火。我定要这天下百姓皆能安居乐业，再不复受流离失所之苦。普天仙尊3界共。清寒，从玄龟堡到丹蜀，这一路生死相随，多谢你从未放开我。现在天下太平了，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陪我走完剩下的路吗？我愿意。真美啊，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梦。是啊，梦醒了，好日子才刚刚开始。